重磅消息 ！NASA 承认地外飞行器在太阳系内进行动力飞行，颠覆认知。几个月以来，美国宇航局 NASA 一直否认某些事实，如今终于公开承认3i Atlas 推进系统已被激活。这一惊人进展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自3i Atlas 进入太阳系以来 ，NASA 首次发布官方声明，确认探测到该物体正在进行动力驱动的飞行。可以肯定的是，这并非单纯的引力效应、太阳风的吹拂，也不是气体外泄等自然现象所致。而是真实的推进系统在一次受控的减速操作中点火，使得3i Atlas 的速度在短短不到18小时内骤降超过8000英里每小时。众所周知，天然的天体并不具备刹车装置，彗星不会主动减速，小行星也不会进行如此精密的速率调整。NASA 刚刚证实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阿特拉斯是一个人造物体，一艘正处于智能控制之下的星际飞船，此刻正悄然运行于我们的太阳系之中。这份声明通过官方渠道发布，措辞显得格外谨慎，其目的显然是在承认这一颠覆性现实的同时，尽可能的减轻公众的恐慌。然而，字里行间却清晰地透露出事实的真相。NASA 探测到了明显的推力特征，测量到的速度变化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这完全排除了阿特拉斯是自然形成的星际彗星的可能性。在我们深入剖析 NASA 的探测结果，以及这些结果如何确凿地证明太阳系中存在外星技术之前，请您务必点击订阅并点赞我们的频道，因为人类文明很可能已经正式迈入了后首次接触时代。3i Atlas 的谜团已被揭开，它确实是一个人造物体，并且刚刚展现出的能力证明，其建造者在技术层面领先我们难以想象的数个世纪。目前唯一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是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现在让我们详细解读 NASA 的观测数据，其技术细节无可辩驳地证实了3i Atlas 使用了某种推进系统。多个地面追踪站几乎同时探测到3i Atlas 在短短18小时内完成了一次显著的减速机动。这个神秘物体的速度从大约132000英里每小时降低至124000英里每小时，减速幅度高达惊人的8000英里每小时。这听起来或许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化，但请务必深入思考其背后的物理学原理。根据保守估计，3i Atlas 的质量至少达到数百万吨，要改变如此庞大物体的速度8000英里每小时。所需的能量是天文数字，相当于一个大型核电站持续运转数日所产生的总电量。一位资深的航空航天工程师对此进行了精确计算，结果显示，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持续产生数百万磅推力，并且持续工作长达18小时的动力系统。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目前最强大的火箭发动机的能力范畴，其先进程度不仅仅是领先，而是让我们最引以为傲的科技成就都显得异常原始。然而，证明其人工起源的不仅仅是巨大的能量需求，更在于其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准度。3i Atlas 的减速并非随机发生，而是执行了一次精确控制的燃烧过程，以一个稳定且经过精确计算的速率降低速度。减速曲线清晰地显示，在整个18小时期间，推力输出几乎恒定不变，这正是计算机控制下的发动机运行的典型特征。NASA 的追踪数据也进一步证实，这次减速机动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启动，在整个过程中保持着恒定的减速率，并在精确达到目标速度时戛然而止。这无疑是高超导航技术、飞行操控能力和智能控制的铁证。此外，热辐射特征也进一步印证了推进系统的存在。在减速期间，多个独立观测站探测到3i Atlas 释放出的热辐射强度远超太阳辐射所能产生的水平。这个物体本身正在产生内部热量，这是引擎点火、动力系统运作以及能量从燃料转化为推力的必然标志。更为令人惊讶的是，光谱分析揭示了在这次机动过程中存在着奇异粒子的排放。这些粒子与先前在3i Atlas 的异常行为中探测到的诡异特征高度吻合，微小的性质异常的离子浓度，以及暗示着运用了我们尚未理解的先进物理学的电磁模式。这绝非我们已知的化学火箭所能产生的现象，而是一种远为精密的装置所为。
此次 NASA 的正式确认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因为他们在此前的数月里始终在否认这种可能性。过去所有关于3i Fatlas 的异常现象都被含糊地解释为人类尚未完全理解的自然现象。然而这一次的减速机动是如此的明显，如此的无可辩驳，如此清晰的带有人造的印记，以至于 NASA 别无选择，只能公开承认事实。一位前 NASA 的科学家透露，机构内部曾就此事展开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从一开始就主张公开透明的处理，但来自机构高层的压力要求避免提出任何非同寻常的论断，因此不断地将所有异常现象都往自然现象上解释。而这一次的自动操作成为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压倒了所有否认论的证据。这次自动操作不仅证实了3i Fatlas 的人造属性，更揭示了关于其推进技术的关键信息。这些信息既令人着迷，又令人深感忧虑。首先，其推进效率之高令人难以置信。3i Fatlas 能够以每小时8000英里的速度改变其运动轨迹，但却几乎没有产生可见的排气或明显的热能损耗。要知道，我们已知的化学火箭的效率是极其低下的，其能量输出的大部分都以热能的形式白白浪费掉了。而3i Fatlas 的推进系统似乎以近乎完美的效率运行，将几乎所有的输入能量都直接转化为推力。这极有可能暗示其采用了受控核聚变反物质反应，甚至是基于我们人类尚未发现的物理学原理的某种全新的推进剂。无论哪种可能性，都代表着远超当前人类科技水平的尖端技术。其次，其动力系统所展现出的功率与重量比也堪称非凡。要推动一个数百万吨级的物体，以3i Fatlas 所展示的速度进行加速或减速，需要一个既能提供惊人功率，又极其紧凑的动力系统。整个推进系统必须能够容纳于物体内部，同时产生甚至超过我们最大型发电厂所能提供的推力。一位推进技术专家深刻地阐述了这一点的意义。我们所见证的功率密度已经超越了目前任何已知技术的极限。要么他们掌握了我们无法企及的储能与发电技术，要么他们利用了我们甚至尚未构想出的新型能源形式。这两种可能性都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性意义。第三，此次机动也间接证明了3i Fatlas 拥有极其充足的燃料储备，或者其燃料利用效率达到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水平。仅仅是穿越浩瀚的星际空间本身就需要消耗难以想象的巨大能量，而如今3i Fatlas 又证明了其剩余的燃料足以在太阳系内执行如此重大的航向修正。这意味着他们要么携带了我们难以想象的庞大燃料储备，要么他们的燃料效率远超人类的认知。对于他们而言，在跨越无数光年之后，仍然保有足够的燃料进行星际机动，或许就像我们给汽车加油一样稀松平常。此次机动的执行方式也透露了关键的信息。3i Fatlas 并非随意的启动引擎，而是执行了一套精心设计的减速程序，其目标是在特定的时刻达到特定的速度。这需要极其精密的导航系统，能够实时计算复杂的轨道力学，推进系统具备精确的推力控制能力。先进的计算机系统能够长时间的管理整个燃烧过程，同时还需要灵敏的传感器系统，能够准确的监测速度变化，并相应的调整推力。所有这些都表明，这是一艘高度复杂的星际飞船，其集成系统的先进程度远超人类制造的任何设备。这绝非一个原始的探测器在艰难跋涉后勉强抵达另一个恒星系的产物，而是一个拥有丰富太空飞行经验的高度发达文明所创造的成熟且精炼的技术结晶。然而，最具启示性的或许是这次自动机动所暗示的3i Fatlas 的任务目标。天然的天体遵循的是由其初始速度和引力相互作用决定的弹道轨迹，它们无法自主选择前进的方向。但3i Fatlas 却清晰地展现了这种选择权，它能够主动调整航向，改变速度，有目的地驶向特定的目标。这一次的自动操作绝非偶然，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3i Fatlas 正朝着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并且刚刚完成了一次关键的航向调整，以确保能够精准地抵达预定的时空节点。既然我们已经确认3i Fatlas 具备自主机动能力，那么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便浮出水面：它究竟要去往何方？对此次制动轨迹的初步分析，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
在减速之前，根据观测，3I Phaetlus 原本的轨道是计划在快速穿越内太阳系之后，便径直驶向广袤的星际空间。那将是一次快速的掠过、短暂的观测，然后便会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这曾经是 NASA 的官方预测。然而，这一次的制动操作彻底改写了所有的计算结果。在经过精确计算的时机下，它的速度骤然降低了8000英里每小时。3I Phaetlus 轨道调整的方式清晰地表明，它在短期内并没有离开太阳系的打算。一位专门研究轨道力学的专家在分析了最新的轨道数据后指出，这次减速操作显著延长了 3I Phaetlus 在内太阳系的停留时间。原定数周的快速飞跃计划已经转变为一个将在行星领域内持续数月的轨道，这显然是长期驻留，而非短暂的造访的迹象。此次操作的时机同样至关重要。3I Phaetlus 在轨道上的一个非常特定的位置实施了制动，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行星的引力助推效应。通过在如此精确的位置减速，它成功地利用了火星的引力场来进一步修正其航线，而无需消耗额外的推进剂。这正是高阶航行术的体现，利用行星的引力来实现免费的航线修正，从而为后续的机动节省宝贵的燃料储备。这与我们人类的任务规划者在设计高效的星际航天器轨道时所采用的原理完全一致。3I Phaetlus 遵循着相同的物理法则，却在星际尺度的距离上驾驭着我们难以想象的巨大质量。最新的预测显示，其修正后的轨道将使其比原先计算的更接近地球。原本预定在遥远距离掠过的轨道，如今很可能使 3I Phaetlus 逼近地球至数百万英里的范围内。这个距离已经足以进行详细的观测，甚至足以部署小型探测器进行更近距离的接触。更不用说这在战略层面所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一位资深的防务分析师阐述了这种接近所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倘若 3I Phaetlus 实际上是一个侦察平台，其目前所展现的行为模式正强烈暗示着这种可能性。那么这一次的轨道调整使其完美的定位于对地球实施长期的持续的观测。它不再仅仅是一次匆匆的掠过，而是已经就位，准备开展系统性的侦察活动。但地球或许并非其唯一的关注点。调整后的轨道也为 3I Phaetlus 接近其他若干太阳系内的目标提供了更为有利的角度，例如火星、特定的小型星带结构，以及可能存在的外行星区域。具体取决于 3I Phaetlus 未来机动所需的额外燃料量。此次制动操作无可辩驳地证明 3I Phaetlus 怀有明确的目的。它并非在太阳系中漫无目的的随机漂移，而是正朝着需要修改其弹道轨迹的目标进行着有目的的航行。至于这些目标是否直接包含地球，亦或仅仅将我们视为众多观测目标之一，目前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NASA 确认 3I Phaetlus 采用了人工推进系统，这一消息立刻在全球范围内的航天机构、军方以及政府部门引发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这种近乎同步的动员速度，充分揭示了各国当局对此确认结果的高度重视程度。在 NASA 发布公告的短短数小时内，多个国家的高层政府官员紧急召开了会议，联合国安理会也为此举行了闭门磋商。各主要国家的军事指挥体系迅速启动了威胁评估程序，情报机构开始共享此前一直未公开的关于 3I Phaetlus 的机密数据。全球范围内的空间追踪网络都将监测 3I Phaetlus 列为最高优先级。所有能够观测到 3I Phaetlus 的望远镜、雷达系统以及各种传感器都被立即调转，开始了对该物体的持续监视。各国的航天机构不再仅仅是对 3I Phaetlus 进行随意的观测，而是通过多重冗余系统对其保持着全天候的精确追踪。与此同时，各国的军事太空监视计划也迅速启动。那些原本用于追踪弹道导弹和潜在敌对卫星的网络，如今都将主要的注意力转向了 3I Phaetlus。他们正密切监测着该物体的任何额外机动动作，深入分析其所具备的技术能力，并针对 3I Phaetlus 可能转变为敌对状态的各种场景制定详细的威胁评估方案。一位国家安全分析师一针见血地阐述了军方的立场。自从 NASA 确认 3I Phaetlus 具备动力飞行能力的那一刻起，它便不再仅仅是一个科学奇观，而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军事规划者现在将其视为一个具备卓越能力的未知行为体，正在我们具有战略意义的太空领域活动。
无论其真实意图如何，我们都必须采取必要的防御姿态。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合作在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前也得到了显著加强。那些通常在太空领域相互竞争的国家，如今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共享数据、协调观测，并共同制定潜在的应对方案。美国、俄罗斯、欧盟等主要太空力量显然都意识到3I Fatalis 的出现代表着一个超越地缘政治竞争的重大挑战。然而，这种合作也存在着明显的边界。在台面之下，各个国家仍然在暗中布局，试图在可能到来的机遇中占据优势。如果3I Fatalis 蕴含着可供我们研究或回收的先进技术，那么率先接触到这些技术的国家将获得足以彻底改变文明格局的巨大技术优势。因此，那些在观测领域展开合作的国家，同时也都在暗中竞相争夺第一个与3I Fatalis 建立通讯或进行直接接触的机会。目前，各国的航天机构正竭尽所能地尝试与3I Fatalis 进行直接的沟通。他们向其发射了各种频段的无线电信号、激光信号，甚至发送了经过精心设计的以数学编码形式广播的信息，以及试图展现人类文明成就的图像。然而，迄今为止，3I Fatalis 对所有这些通讯尝试都未做出任何回应。它只是持续执行着其未知的使命，对地球发出的所有联络尝试都置若罔闻。这种沉默令人不安，这可能是因为3I Fatalis 的技术无法接收到我们的信号，或者它无法理解这些信号的含义，又或者它是在刻意的选择无视我们的存在。这份沉默本身就充满了各种可能性，而每一种可能性都指向一个我们知之甚少的未来。公众对这一消息的反应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景象。NASA 的公告在措辞上力求谨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引发大规模的恐慌。然而，任何一位认真关注此事的人都清楚地认识到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意义。我们不再是宇宙中孤独的存在，一个被确认为人造的技术造物正在我们的太阳系内运行，并且毫无疑问地受到某种外星智慧力量的控制。这一次紧急的自动操作为我们解读3I Fatalis 的意图和任务参数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通过仔细分析其机动的时机和方式，我们可以推断出关于其目标的一些重要信息。首先，这次机动明确地证明了3I Fatalis 有意延长其在太阳系内的停留时间。它通过刻意降低自身的速度来延长其在我们行星领域内的任务周期。天然的天体不会主动选择在一个特定的恒星系统中停留多久，但3I Fatalis 显然经过了周密的考量。延长任务周期可能意味着它正在进行深入的调查，进行全面的数据采集，甚至可能进行一些需要持续驻留的实验活动。其次，燃料的消耗情况也揭示了3I Fatalis 的任务优先级。动用如此珍贵的燃料储备，这些燃料必然耗费了巨大的能量，才得以在星际空间中加速，仅仅是为了延长在太阳系内的停留时间。这强烈暗示着3I Fatalis 所研究的对象具有极高的重要性，足以支撑如此巨大的资源投入。一位天体生物学家在分析了3I Fatalis 的任务轨迹后指出，如果一个文明能够跨越无数光年抵达另一个恒星系统，那么它绝不会轻易决定延长其停留时间，除非它在那里发现了真正值得关注的目标。3I Fatalis 甘愿消耗宝贵的燃料来延长其任务周期，这很可能暗示着它已经探测到了某种足以抵消这一代价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很可能就是我们人类。第三，这次机动发生的时间节点也体现了3I Fatalis 的任务规划能力和适应能力。它在成功完成近日点探测和初步的侦查之后，才执行了这次关键的航向修正。这表明3I Fatalis 首先收集了相关的数据，对初步的发现进行了分析，然后才根据分析结果做出了有依据的轨道决策。这正是智能任务规划的典型特征：先进行侦查，然后进行评估，最后再投入宝贵的资源进行后续的深入调查。这与我们人类在执行星际侦察任务时所采取的方式完全一致，而这也正是我们希望自己不要成为被侦察对象的原因。第四，这次机动所展现出的惊人精准度，彰显了3I Fatalis 建造者的高度自信和丰富的星际航行经验。它以一种近乎从容的姿态完成了如此复杂的机动，这表明它所采用的并非是仍在实验阶段的技术，而是一个成熟可靠的推进系统。
并且被一个拥有丰富星际航行经验的文明所常规化的使用。这一点既令人钦佩，又令人感到一丝不安。钦佩在于它展现了我们人类尚未企及的技术成熟度，而令人忧虑的是，它暗示着3i Fatlas 并非某个文明为了维持星际航行能力而勉强制造出的绝望之作，而是来自一个定期执行此类星际任务的高度发达文明所精心打造的精良飞行器。然而，最令人感到好奇和不安的，或许是这次机动所未能透露的信息 ——3i Fatlas 及其派遣者对地球以及人类的终极意图。这一次减速机动无可否认地证明了其具备智能控制和精确导航的能力，但是它并没有揭示这个智慧体是将我们视为研究对象、潜在的贸易伙伴、需要评估的威胁，还是待开发的资源。在缺乏直接沟通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观察其行为来推测其意图。而3i Fatlas 目前所展现的行为模式、系统性的观测、战略性的自我定位，以及对人类所有联络尝试的拒不回应，都可以被解读为多种可能性。纯粹的科学中立的观测、军事侦察、文化研究，甚至是资源评估，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这一次自动操作清晰地揭示了人类文明与3i Fatlas 的建造者之间存在的巨大技术鸿沟。理解这种差距至关重要，因为它将决定我们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局势中的立足点。首先来看推进系统，我们人类在经过多年的引力助推和加速之后，最快的航天器也只能达到大约50,0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而3i Fatlas 却以高达1320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在太空中航行，并且能够轻而易举地减速8000英里每小时，仿佛毫不费力。它在太空中的移动速度，即使是我们最先进的技术也难以企及。更令人惊讶的是，它在保持足够的燃料储备以进行重大的航向修正的同时，完成了这一切。3i Fatlas 所使用的燃料的能量密度，无论其本质是什么，都必然比人类研发的任何燃料高出数个数量级。我们最先进的化学火箭所储存的能量是以兆焦耳每千克来衡量的，而3i Fatlas 的燃料所蕴含的能量范围，则很可能与核反应甚至更高能级的能量释放相当。一位资深的能源研究者如此解释这种差距：如果向莱特兄弟展示一架现代战斗机，虽然两者之间的技术鸿沟巨大，但我们仍然可以理解其基本原理，两者都使用机翼，都使用某种形式的引擎，并且都遵循相同的空气动力学原理。然而，我们与3i Fatlas 推进系统之间的差距似乎是范式层面的差异。我们所看到的技术很可能基于我们尚未发现的物理学原理。动力系统的差异同样显著。3i Fatlas 能够产生足够的能量，在星际尺度的距离上加速一个数百万吨的物体，同时维持其所有机载系统的运行。我们人类最大的发电厂固定在地球上，其产生的能量也仅仅是3i Fatlas 所需能量的一小部分。而3i Fatlas 却携带了自己的发电系统，并且能够持续运行该系统长达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导航与控制系统也存在着类似的巨大差距。3i Fatlas 能够在耗时18小时的减速机动中，精确地进行计算和操作，在调整自身速度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太阳系内各种天体的引力影响，最终轻松地达到其目标速度。而我们人类最先进的自主航天器仍然需要持续地接受地球基地的监控和指令。3i Fatlas 却能在数光分甚至更远的距离之外独立完成这一切，其出发地根本无法对其进行实时的控制。但或许最显著的差距在于任务的持久性。3i Fatlas 已经成功地穿越了浩瀚的星际空间，这一段旅程如果由我们最快的航天器来完成，可能需要花费数万年的时间，而它在抵达太阳系时仍然保有足够的操作能力来执行复杂的机动和进行长期的侦察。这意味着 3i Fatlas 要么能够达到我们无法企及的相对论速度，要么掌握了我们尚未掌握的冷冻休眠技术，又或者它具备能够在人类寿命数倍的时间尺度上自主运作的人工智能系统。这些技术鸿沟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引发人类文明的革命性变革，而他们共同描绘出的是一个远超我们当前文明发展水平的图景，以至于直接进行比较几乎毫无意义。这并非他们仅仅是略胜一筹，而是他们运作于截然不同的技术范式之上。一位技术史学家对此进行了精辟的总结。试想一下，如果向中世纪的人们展示一部智能手机，
他们不仅会对其功能感到无比惊叹，更将难以理解其本质和运作原理。他们缺乏理解这部手机所需的完整的知识框架。我们现在面对3i Fatlas 时，或许正处于类似的境地。我们能够观察到它的行为，但要真正理解其运作机制，可能需要我们掌握一些目前尚未发现的科学知识。这种巨大的认知鸿沟，对于任何存在显著技术差距的文明之间的互动，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更先进的文明实际上掌握着几乎所有的主动权，我们无法强迫其进行沟通，也无法强迫其进行合作。如果对方怀有敌意，我们几乎没有有效的自卫能力。而如果他们选择隐藏自己的真实实力，我们甚至可能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观测。如今，随着 NASA 正式确认3i Fatlas 是人造物体，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全新阶段。关于它是自然天体还是人造物体的谜题已经揭晓。而现在，新的谜题接踵而至，它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根据3i Fatlas 调整后的轨道，它将在未来的几周内达到距离地球最近的接近点。这个临近的窗口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3i Fatlas 的角度来看，这是进行详细观测的最佳时机。而对我们人类而言，这则是一个尝试与之沟通或进行更深入分析的绝佳契机。目前，全球各国的航天机构正在为多种不同的情景做准备。情景一：持续的沉默。3i Fatlas 维持其当前的运行模式，仅仅进行观察，而不与我们进行任何形式的沟通。在完成其既定的使命后，它将悄然离开太阳系，始终没有与人类进行直接的接触。在这种情境下，我们将确认外星智慧生命的存在，但却未能获得任何直接的认知或接触。虽然这种结果可能会令人感到沮丧，但相对而言也可能是最安全的。我们知道了自己并非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但却无需面对与更高级智慧生命直接接触所可能引发的巨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基本会维持原状，只是我们将在内心深处知道自己正被来自另一颗恒星的某种力量所注视着。情景二：沟通的开启。3i Fatlas 回应地球发出的传输尝试，或者主动发起与我们的通讯。这将意味着首次接触不再仅仅是单方面的观察，而是演变成真正的对话。我们可能开始与对方交换信息，尝试理解彼此的语言、文化和意图。这种情景无疑将具有划时代的变革性意义。即使是与外星智慧体进行最基础的沟通，也足以彻底颠覆人类对自身在宇宙中的定位的认知。但这同样也充满了巨大的风险。我们所接触的智慧体可能拥有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伦理观、优先级和最终目标。情景三：部署阶段。3i Fatlas 可能会释放出小型探测器，前往地球或其他太阳系内的目标进行更近距离的探测。当我们观察到它采取任何此类行动时，一个终极的问题将浮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一个具备星际航行能力的文明会选择造访我们的太阳系？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究竟在研究什么、评估什么，又在搜寻什么？对于这些关键的问题，我们至今仍然一无所知。尽管我们多次尝试与之进行沟通，3i Fatlas 始终保持着令人不安的沉默。它持续执行着某种我们尚不清楚的任务，无论其任务的性质是什么，但它从未向我们做出任何解释。我们只能在静静的观望与无尽的揣测中，任凭这个来自遥远星系的智慧造物在我们的宇宙领域内自由活动。一位专门研究首次接触情境的哲学家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见解：人类此刻正处于一种类似于原住民的境地。他们突然目睹欧洲的船只出现在地平线上，意识到某种陌生而强大的存在已经降临。虽然对其意图并不确定，但内心深处可能既怀有美好的期许，但也清楚地知道双方在力量上存在着天壤之别。故事将如何展开，将完全取决于派遣这些船只的人的道德准则和最终目标。3i Fatlas 的这次破折点式的机动，不仅证实了外星智能的存在，也清晰地展现了其所拥有的巨大技术优势。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派遣3i Fatlas 的文明在太阳系内怀有某种足够重要的目的，才值得他们投入如此巨大的燃料消耗和进行如此长期的任务周期。未来的数周，当3i Fatlas 抵达距离地球最近的点时，我们将有机会更近距离地观察它。或许也能从中窥探到这些目的是否与我们人类有关。
以及这对于我们而言究竟是吉兆还是凶兆？您认为3i Fatlas 的这次自动操作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和平的探索，还是更大规模行动之前的侦查？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真知灼见，并且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随着未来数周3i Fatlas 逐渐逼近地球，更多谜团的揭晓才刚刚开始。